向茁壮的时代。哦啊咿耶呀，咿耶呀，哦啊咿呀，哦咿呀，哦啊咿耶呀，咿耶呀，哦啊咿呀，哦咿呀，哦咿呀，哦咿呀，那罗海呀，那咿呀，那罗海呀，哦咿呀，那罗海呀，哦咿呀，哎呀，哎，哦啊咿耶呀，咿耶呀。阿姨呀，哦咿呀，哦阿姨耶呀，咿耶呀，哦阿姨呀，哦咿呀，哦阿姨呀，那哦咿呀，那罗海呀，哦咿呀，那罗海呀，哦咿呀，那罗海呀，哦咿呀，哦呀，哦咿呀，那海呀，哦咿呀，海呀，哦咿呀，那罗海呀。哎呀，今天是我们的庆典日，哇，来了很多朋友，他们很热心的。哦，今天一整天帮我们采收果园哈，为了感谢他们的到来哈，我们给他们欢呼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原住民的掌声，巴龙的掌声，呀，哇！哎呀，今天是我们情人之夜。哎呀，你看我们的勇士啊，会来到前面用那个勇士舞跳舞给那个我们公主看。公主哦，如果你有中意的，你们就可以拿那个情人果啊，放在那个情人袋后，那个表示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啦。哎呀，那那。想到没有？我希望你的口袋里面永远只装着我的情人果。哦，那就不用了。嗯？因为在我心里面，早就认定是你了。
班长，我吃饱了。吃饱了。班长，我想说，你要不要趁现在这个时间，可以回去休息一下，顺便洗个澡？没关系啊，我等孙排长来再回去就好了。我哥好像今天有事，他不一定会过来。我想说，你要不要趁这个时候可以回去休息一下，顺便吃个饭。这几天都吃便当，应该也吃腻了吧？好吧，那我先回去，2个小时后就回来。我会先打个电话跟孙排长说一声，你就先待在这边，不要乱跑，免得护士找不到。好。那有什么事跟护理站说一声，自己小心。我先走了。我知道。怪兽，你今晚抵达。好，在停车场等我。罗刚，你要去哪里？病房里面太闷了，我找我朋友带我出去走走。对，我来。你要出去应该是医务室陪你出去才对啊。你该不会想逃兵吧？不是啦，罗刚是不好意思麻烦班长，我是罗刚的朋友啦。怪兽，去把车开过来。你现在还在服兵役，你擅自离开医院就算逃兵。士官长，我都要被退役了，怎么可能还做傻事？不要想太多。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打击很大，有时候我真的也想不通，老天好像真的很爱跟你开玩笑。每当想要重新站起来的时候，就又再给你一拳，直到你被击倒为止。是啊，所以老天爷的玩笑，我认了。我不晓得我上辈子做了什么，所以这辈子要是受到老天爷的折磨，要报应，就报应在我一个人身上就好了。我不想再连累我妈跟我哥。他们是你最亲的家人，他们会觉得在你身边支持你是应该的。我妈都已经因为我把房子拿去抵押了，我现在腿也断了，难不成我靠他们养我一辈子？你以为逃避就可以天下太平了吗？刚才你哥跑去找连长，说他不想去西点军校受训，他想留在台湾照顾你，因为他怕你像现在一样自暴自弃。
有没有认真想过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你是他的弟弟。咱今一下要走。上车吧。从你的眼角慢慢的明了，我能做的很少。原来你藏着伤，但不想和我聊。你选的电影像某种预告。罗刚，如果你想要一个人静一下，我不会阻止你，我会帮你去跟医院请假，这样你就不算是逃兵。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想清楚，被退役并不代表世界末日，只要你肯从头学起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而且你要知道，我们这群朋友会在你身边支持你，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一切。明天我们会帮你庆生，你一定要来，我们会等你。就小心哦。失掉不要，呵护的祈祷，温柔的讨好，爱能让人渺小，哭笑冒充微笑。的不肯逃，苏队长，你还在等罗刚？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，我怕他一走了之。我已经警告过他，一定要跟部队保持联络，不然这样会变成逃兵。他没那么傻，放心。我比较担心的是他不肯跟我回家。之前他发生那么多事，最后不是想通了，你要对他有信心。好，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刚刚要到了。好，我们就战斗位置。好，不是。这家伙在部队里面一天到晚被盯，一放假出来就想办法报仇，是吧？包连长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刚以为是罗刚来了。
不是在部队里面，干嘛那么严肃啊？连长跟你们开玩笑的啊，放轻松点。对了，连长，这次我跟罗刚受伤，有没有影响到你的考绩？哎，考级的事情啊，我从来没放在心上的，我都不担心，你们担心什么劲啊？而且今天来这边哦，是同乐会加庆生会的，所以大家放轻松，尽量玩啊。哎，连长，那你上来为我们献唱一首歌嘛？好啊，对，连长，好啦，连长，对，我是不太会唱歌的，而且庆生会的主角都还没到呢，就算要唱歌也要等主角到嘛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啊，哦，排长，罗刚怎么到现在还没来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医院接他？对啊，我们刚才去医院接他嘛。其实，罗刚，他哦，罗刚啊，他跟郑正官啊在来的路上，应该快到了。哦，各位，寿星来喽！我真的很谢谢大家帮我庆生，因为我长这么大，都还没有这么多人帮我庆生过，真谢谢大家。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，就是关于我伤的事情，我都已经知道了，所以大家就不要再隐瞒了。不过大家放心，等我伤好了，我一定会积极的参加复健。就算医生说我只有1/1000的机会会复原，我也不会放弃的。到底你放心，我们会在你身边陪着你。是啊，我再讲嘛，我们爸是在骨科成为，到时阵我随叫看，你是不准说不要啊！买那真正无法度，我是讲买你啦。其实我刚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心里面真的很痛苦。我一直觉得为什么老天爷对我这么的不公平，我还因为这件事情跟我哥吵架。不过还好，士官长点醒了我。我后来也找了连长，连长还把侦察官找来，跟我沟通了一个晚上，我才有办法开窍。谢谢大家，尤其是要谢谢连长，还有郑正官。不要这么说啦，其实都是因为孙排长还有士官长满满的爱心，才会让罗刚浪子回头。哇！
经过30多天的新训，我们部一连所有弟兄都有很大的成长。就像很多长辈说的，从男孩蜕变成男人了。我相信，就算经过10年、20年，甚至是30年，所有弟兄们也跟我一样，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在成功岭的日子。而我们的友谊也将会历久弥新。石军跟吴勇从收假回来就要在那边训练，为特战做准备。而我们就在这边喝饮料纳凉，好像去战斗营一样。对啊，他们一个是自愿要去特战的，还有一个是阿美族战士。去特战本来就是他们的梦想啊！啊，再仔细看看我们干嘛去特战啊？我想哦，我们那时候不是鬼上身哦，就是把带起来啦。台东特战那边哦，吵到要死呢，男朋友也看没？不要想太多了。我们的朋友在特战啊，选兵的时候他还说会照顾我们啊。放心，我们不会被操到的。我们可以去特战当勤务兵。对哦，上次那个长官说要照顾我们吗？啊，还有巴龙，巴龙，干嘛啦？不用练了啦。我忘记那天讲解完，我们去找那个长官，他说他会照我们呢。对哦，那个长官认识干妈？对啊。海生啊，再怎么样说，你也是我们 F4的团友，去特战我罩你。我知啊，你有讲过啊。不过后来哦，我仔细想一想，我当兵第1天坐火车成功岭，车上遇到一位班长，他跟我说，他可以照顾我，让我吃得好，睡得饱，天天5菜1汤，饭后不但有甜点跟水果，他跟我讲，麻烦你好好的把我脸记住。可够嘞！我从第1天被订到现在，那个人是你们知道吗？于善人。答对了。听你这么一说，那个选兵官也叫叶大同好好记住他的脸。你们记得他的脸？我怎么会我都记得啊。哦，你惨啊你！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跟我一样，从进去第1天到最后1天都被定人场。你少在那边危言耸听啊！我被抄你也不会好到哪去啊！不要在那边幸灾乐祸。哇，拜托我无赶快去特战队来讲，不过像去健身房一样，跑步，流汗，练练 muscle， 这样我就更有男人味，更 man， 我对玉婷就会更加爱。海生大哥为了爱情去特战，情深来的。所以讲啊，去特战对我来说不过是小 case 而已。为了抱得玉婷归，我带去特战啊。那你去特战离开成功岭，你还抱得到玉婷吗？如果你被分到很远的山区，搞不好3个月才放1次假，小心被兵变。不可能！拜托，我们是国小同学，他从小就喜欢我，怎么会兵变啊？那可不一定哦。之前林博文跟甜心不是爱得死去活来，最后还不是兵变，还闹到跳楼自杀。对啊，海生大哥，你为了爱情去特战，可是玉婷又不在那里，你去特战干嘛？海生、赖虎、大头，一开始我下定决心进特战的时候，我就做好功课，并定好目标，要往哪个专长发展。但是呢，进特战，有人是为了爱情，有人是为了练团，我觉得好像有点本末倒置了吧。如果到时候进了特战，你们无法适应那边的生活，那放假的时候，你们还有心情去练团、去约会。
石军说的没有错，如果进特战，就会跟不上大家的脚步，一定不得痛苦。哎，大头，肯进架登来，我跟他变大扣啊，我们也去练一下。你先，混，你可以吗？可以。我们也快四面，我们二马放虎生虎心，虎生虎心，钻向敌人的心脏，钻向敌人的心脏。走出去。只等那信号一亮，只等那信号一响，加油啊！我们就展开闪电攻击。1、2、3，厉害厉害，快点啊！我们。士官长，他有事找你。是他有事找你。什么事啊？就有关特战的事情，想请教士官长。我正好要找你们。士官长之前一直叮咛你们，到了特战，那边的要求还有训练是新训中心的严格100倍。你们不要像现在一样少根筋啊！士官长好，班长。你们也过来了。不准我们过来，还是在后面。我看到你了，来，快点来。首长，既然你们都来了，我有话跟你们说，跟我走。杨海生，听说你不想参加特战？怎么可能？社长，你一定是听错了。我是刚才听于班长说的。杨海生，我本来对你寄予厚望，想不到你临阵脱逃。你不怕岳婷对你失望吗？士官长，其实话也不能这样讲啊。我是因为玉婷才加入特战，可是我也会担心跟他越来越远啊。士官长，其实我们也是想问，如果现在返回进特战，还来得及吗？我们是说如果啊。老实说，你们有这样的想法，士官长一点都不意外。反而是你们之前一起去参加特战选兵，我还比较讶异，而且很替你们紧张。我知道你们一起去参加特战选兵，是希望能够分发在同一个单位，可以一起练团。你们现在临时反悔，还是说你们要放弃你们音乐的梦？赖虎，不能放弃啊！我们一起去特战啊！音乐梦当然不能放弃，只是音乐练团要加入特战，好像有点太冲动了。之前是因为叶大同说有星星梅花可以靠，现在连他都觉得有问题了，当然会怕啊。士官长老实跟你们讲，你们现在反悔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待会就要播交。没关系啦，反正都要播交了，洗稿洗单灯嘛，到时候再看啊，对不对？士官长希望你们能够全力以赴，吴勇都带头冲了，如果你们没有跟上他的脚步，搞不好 F4散训之后真的得解散。赖虎，我们都辛苦那么久了，就只差比赛，绝对不能解散啦！我也不想解散啊。既然不想解散，就继续坚持下去，不要半途而废。可是我听说，特战跳伞完还要再重新分发一次，我们就不一定会在同个单位了。没错。可是你们其中一个只要闪训没通过，就100%一定会被拆散。你们千万不能跑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一个都不能少 ，yes！ 这样的精神就对了。田海生，
以你的体力跟反应，你去特战部队绝对是没有问题的，只差你有没有心而已。你们有这样的顾虑是正常的，反倒是之前一股脑的热血，那才叫做反常。杨海生应该是被爱情冲昏了头，才失去理智吧？好啦，既然要去特战，已经是成为事实，你们就平常心面对。来，这个送你们一人一件。哇，谢村长。谢士官长。其实迷彩内衣我们都有了，还让你破费。你们到时候到了特战，流汗速度是新训的好几倍，到时候内衣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多准备一件以备不时之需。可是这是士官长送的，我会舍不得穿的。那士官长再送你一打，让你怎么穿都穿不完，你就不会舍不得穿。哎，士官长，你都这样讲了，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加油，好像对不起你哎。不是对不起我，是对不起你们自己。不管你们加入特战是为了爱情，为了音乐，还是真的有心想报效国家，士官长都要送给各位一句话：成功是留给坚持到最后的人。士官长也不怕你们笑，士官长有惧高症。但是我一心向往特战部队，所以我一直想办法克服惧高症。结果我做到了，我克服了，我也准备转调特战部队。所以这件事情就证明一句话：有志者事竟成。只要有心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到。这样你们了解吗？了解。如果有缘，说不定我们会在特战部队相遇。想不到士官长也有温柔的一面呢，好有女人味哦。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于班长这么喜欢士官长。我好像忍不住有点心动哎。讲的对不起小燕了。你还敢说？有小燕了你还这样？士官长她才是我心中的女神。你信不信女神？哦。我一定会带着他送的爱心迷彩衣进入特战，不顾一切往前冲了。哎，差不多该集合哦。好，我们走了，走。好了，后阵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放心。立正！立正！肃静！各位弟兄，大家好，请小心。再过几个小时，各位就要拨交下部队了。连长还记得啊？上个礼拜，我和连上的各级干部们，请小心，都还在担心各位在体能还有战技训练方面没有办法达到标准，可能下部队之后会比较不适应。但是，经过了剑策的洗礼之后，连长可以很骄傲地告诉来接各位下部队的各单位的干部们说，我们9栋4旅111连的弟兄们是最优秀的。这句话呢，连长之前也说过了，但连长今天在这边可以很骄傲地告诉大家，这不是场面话，是铁一般的事实。因为建设的成绩已经出来了，我们连队是北区、中区、南区所有新训单位的连队之中，成绩最优秀的。
请各位弟兄给自己一个掌声。这一次的建设，各位弟兄可以说是同心协力，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。我相信，各位在进来成功岭之前，根本不相信自己伏地挺身，或者是仰卧起坐，可以做超过25下，单杠可以拉6下以上，甚至于500障碍可以做到4分半之内。今天你们在走出成功岭大门时，可以很骄傲地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，我做到了。连长在这边要特别表扬一位弟兄，那就是赖虎、薛朝新。连长还记得啊，他建设前一天连爬杆都没有办法完成，但是在建设的当天，他不但奋力完成爬杆，而且还扶着受伤的罗刚还有杨海生，跑完了500障碍的全程。当然了，连长并不鼓励受伤之后还要跑完全程，但是连长今天要表扬的是他们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。赖虎因为坚持到最后没有放弃，所以他做到了。我相信啊，这是他人生的一大步。但也就表示的，我们全连弟兄都做到了。唯一遗憾的是在建设的当中，我们有2位弟兄，那就是杨海生跟罗刚，因为意外而受了伤。罗刚的伤比较严重，但是已经开刀治疗，现在正在住院观察。但是他们还是坚持把500障碍给跑完了。今天他主动要求我一定要来这边跟大家在一起，因为他说做人要有始有终。在这边，我们给这位弟兄一个热情的掌声。待会各位就要下部队了，在你们走出成功岭的时候，会看到一排大大的字，上面写着“走向成功之路”。连长今天就用这个标语来作为座右铭，勉励大家：你们走出成功岭之后，不要忘记，在成功里学到最重要的精神，就是持之以恒，坚持到底，才能真正的迈向成功之路。我们。谢谢连长。手势。谢长。刚才连长说的每句话，也是连上干部心里面的话。我相信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训练，大家都已经从男孩变成了男人。排长希望各位可以延续建设的精神，再从一个男人变成一位真正的军人。了不了解？了解。请说。报告排长，我有话想对于班长说，可以吗？请说。谢排长。班长，有一些话我怕我说了你会觉得肉麻，又怕你认为说我在巴结你。但是我现在不说，我怕以后没机会说了。班长，
谢谢你。虽然我觉得你很机车，而且你也常处罚我，不过就是你对我严格的要求，让我学到很多东西。其中最重要就是团队合作。谢谢你，我相信以后的我一定比现在我活得更好，活得更棒。谢谢。杨海生，班长也有话要告诉你。在你离开我视线范围之前，我有一句话要送给你。记住，离开这里以后，不管你走到哪里，爬得越高，头就要越低。班长与你共勉之。谢班长。排长，我有话要说，请说。排长，谢谢你，一直给我机会，一直鼓励我，让我重新站起来。虽然我现在坐在轮椅上面，但是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我都会记在心里面。排长，当你下一次受训回来，我罗刚绝对会站在飞机场大厅，双手迎接着你回来。谢谢你。排长，我有话想跟你说，请说。谢排长教我学会泡牛奶。泡牛奶对大家来说，或许是件很简单的事情，但对我来讲，它是个改变。刚进到成功岭的时候，我什么东西都不会，因为在厝的，我阿嬷跟我讲我传便便。进到部队里面，我完全没有办法适应部队生活。是排长逼我训练独立，让我知道，不是我不愿意做，而是你愿不愿意去做。因为泡牛奶，我走出了第一步。今天，我通过了500障碍，连我自己都很压抑。来虎，你要记得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学习相信自己。只要你相信自己做得到，绝对不会有什么事情是你办不到。了不了解？了解，谢谢排长。谢谢士官长鼓励我克服惧高症。我本来一直觉得当兵很浪费时间，但没想到因为当兵而克服心理恐惧，真的很值得。谢谢士官长。我也要谢谢各位长官。我本来应该要验退的，可是我硬要留下来，给各位长官添了很多麻烦。可是长官还是很有耐心的教导我。谢长官，我现在可以很骄傲的回家跟我的亲戚还有我妈妈讲，我有做兵。还有我，在新训之前，我只知道我们部落里面的男生一定要当兵，要进特战才算个男人。但其实我也不清楚为什么。但现在新训结束之后，我终于了解了。看到连长、孙排长，我才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男子汉。看见士官长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女中豪杰。这段日子里，谢谢你们的照顾，谢谢你们的教导。各位长官，我也想跟你们说声谢谢。一开始我进部队的时候，体能不好，个性又太懦弱，要不是你们不断的给我鼓励，帮我加强训练，我可能也无法坚持到最后。谢谢你们。谢谢连长长官。国家的根正，预备，上！国家的
向茁壮的时代。